接下来登场的是主理人李斯丹的限定厂牌，他们选择的词牌名是水龙吟。可以。水龙吟，这就是我们的首选。Lucky， 因为一直在查那个什么水龙吟，就是一动一静嘛。对，一动一静。其实我觉得我们想表现就蛮纯粹的，一帮男孩一帮女孩。对。而且我觉得这次我们的风格什么的都可以稍微偏 inside， 其实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想做水龙吟动与静，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不擅长的领域。刚开始那个水的画面，其实我们还练了还挺久的。刚开始走起来不像水，像蛇，像蛇精，一直在那蠕动。姐姐，青儿来看你了。毕竟比赛它就会有一个要突破自己，要让自己更好的这么一个阶段。其实我们也心里也没底，但是我们的精神其实告诉我们，就是说无论是有多大的困难以及难度，我们都要往前冲，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李斯。对，请主理人用一句话介绍你们的作品。今天我带来2条龙，一条龙是朦胧，喵；一条龙是猛龙，而我，就是他们的龙珠。双龙戏珠。好的，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Let's go！ 李斯那个节目我其实很喜欢，因为之前陈琳姐太炸太声势浩大了，但是李斯这次真的是用了一个寸劲儿，用了那种4两拨千斤的那个方向。耶！
李斯丹妮主理人，你有30秒时间为你们这一支作品来进行拉票，计时开始。这次也是我第一次跟2位朋友们一起来合作这个作品，我非常喜欢，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好的，5位专业技术评审，请开始打分。现场的74位观众评审，如果你们喜欢这个作品，就请投出你们手中的橙黄色毛巾。3、2、1。李斯丹妮他们这支队伍风格上是非常的和谐，感觉像太极一样，并且其实有很多的队形的变化，用灯光和他们服装的配合，会让他们黑衣服的这波人没有被舞台吃掉，而且他们头尾都是有中国风的音乐，中间却很和谐的接到了一些trap 的音乐，但是不会给你有一种突兀感，整个作品会给人感觉特别完整。And all the time they have this swag. Whatever the story happening, even its traditional story, whatever happening, they can bring this swag, like really fresh style, and it's matching with urban animals. They can match that style super easily. So that was a smart choice. 其实水龙吟这个词牌，它可以海纳百川很多的东西，所以我就说，那干脆就把很多比较复杂的东西都放下，然后我们就从字面上去做这个水龙吟。然后女孩和男孩，我就想，不如来双龙戏珠，而我是中间其实是缝合他们，在衔接他们的这么一个物品，到最后双龙戏珠合为一，女生的力量和男生的力量，最终它是合为一起的，它是不分男女，它是雌雄同体。我觉得这个主题选得非常好，然后还有我很喜欢这支舞的一个地方是，我觉得里面有几个舞步，我会觉得很新，我到现在还会记得。我很喜欢中间有一个那个脚下来那个，对，就是你还是会有 swag 的那种 feel， 但是你又会突然一个踏步就会，那个国风就来。我喜欢这种融合，我觉得有很多印象非常深刻的舞步，这是我喜欢这个舞台的原因。雨欣，李斯，绝子，谢谢。The most impressive part for me was the way that you guys incorporated the wave and the dragon together, and it was very memorable and very dramatic for me.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专业评审苏鹏老师。刚才丹妮说了，她诠释的好像是二龙戏珠的一个概念，但是当你没有解释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是一种阴阳的关系。我觉得啊，对你像一个调和者在中间调和这样的一种关系，也传递出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和和和谐的一个概念。我觉得从作品立意和形式的表达上，我觉得都非常可圈可点。谢谢各位。谢谢。好的，谢谢苏鹏老师。那么主理人李斯丹妮的限定厂牌，你们现在分数在我的手上。专业评审总分500分，你们获得了438分。观众毛巾总数74条，你们获得了52条，最终得分总分490分。谢谢。一模一样。目前和赞多主理人的限定厂牌同分。作品的舞蹈内容还有呈现来讲的话，其实都很好。但是呢，你跳龙，你的动作一直在铺垫你的龙，会让我觉得会有一点刻意在呈现。说龙跳龙，没有跳出一个思想之外的一个东西出来。我们是可以有2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的叙述，写春每字带春。我写春，我也可以字字不带春，但却春意盎然。写春不带春这样的一个感觉能给到我，其实我是很期待的。这支舞的话，就是它那个黑白2套服装，就让我有感觉说整体的韵就挺符合我们国家那个道韵的这个文化。但有一点就是收尾感觉是比较潦草，可能希望看到更多，或者收尾收得更有力一点。怎么又并列了？老并列，我们好讨厌并列呀，很讨厌。对，我们已经并列2次了。对，并列2次了已经。其实这个分数肯定是我们预料之外的。辛苦了，非常棒。没事儿，真的没事儿，特别好。
录制到现在，我也不断的在跟自己和解。对，你要成长，就必须要经历各种各样的情绪。当你觉得有无数次的不认可、否定，到最后你觉得我必须要超越它，或者是我下一次一定我要做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收获。我会真正的去告诉我的队员，去告诉这些弟弟妹妹们，我们要去学习他们的好的东西，我们要去学习的同时，让自己开发出更多、解锁更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